如果你的预算大概是2000多块钱，也就是1000多块钱的手机，但是呢又想硬件堆得猛，价格足够低，性价比超一流的手机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要好好看一看了。今天咱们聊一聊红米的 Note 13。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首先看一下外观，你真的很难想到这是一台1000元的手机。超窄的边框设计取消了1000元机上万年不变的屏幕支架，质感呢一下就有了。在同价位的手机来说，它的颜值真的是最高的。后面呢平平整整的一大块玻璃，但是长时间使用之后呢，就会变成指纹收集器。不过它还随机送了一个保护壳，这个保护壳的手感呢也是非常不错。那凸出来的镜头呢，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。因为这个手机壳的凸起啊，它为了照顾到这个突出的这个摄像头的位置，所以说其他的地方呢就比较割手。整体的相机模组这么厚，所以说它只能做这么高。放在兜里的话，进灰的程度可能也会更大一些。但是没办法嘛，为了它好看嘛，这样多漂亮。有关这个极为先进的3.5毫米耳机接口呢，虽然官方也送了一个有线耳机，但是看一下我身边这么多蓝牙耳机，所以使用的概率呢不会特别大。为了不让它进灰呢，我发现我身边的原子笔的笔头这个保护套刚好可以塞进去，再套上这个手机壳，完美。至于屏幕方面，6.7寸的 AMOLED 的屏幕，各种屏幕参数呢也算是步数旗舰级别，并且它还支持120赫兹的高刷。可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，那是你用旗舰用惯了。要知道，很多在这个价位的手机其实是没有高刷的，并且它还支持1260赫兹的瞬时采样，这一点在电竞游戏的时候的体验尤为明显。小米在这台1000元机的游戏优化上还是依然很到位，一些非常细小的操作感觉上会更顺滑。而且呢，这块屏幕还给到了18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并且它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技术，在暗光环境下可以降低屏幕的闪烁来保护眼睛，并且它还有一个 Dolby Vision 的认证。在认证这一块，小米是从来没有输给过谁。处理器方面呢，相对于 Note 13的天玑6080，Note 13 Pro 给到的是骁龙7的第2代处理芯片。虽然在1000元机上对游戏的要求呢不会太高，不过在流畅度上还是不错的。不管是王者还是和平，虽然都是锁定在60帧，但是你可以打开游戏辅助来调整采样率，并且它还有 X 轴的线性马达，一些震动的反馈呢给到的都还不错。那么拍照方面呢，小米这次给到的是2亿像素的主摄像头，800万的超广角以及一颗微距镜头。在拍摄的风格上，虽然能够感觉到算法上有大力的介入，画质和成片率呢也都非常高。2亿像素嘛，在细节的把控上呢就不用多说。而且呢 ，Note 13 Pro 还给到了屏幕的超声波指纹以及 IP54的防水，这样不管你手是湿的或者是下雨偶尔被淋到，也不用太担心。至于 Note 13，它的处理器呢不如 Note 13 Pro， 没有屏幕指纹、NFC 线性马达，还少了一颗摄像头。最重要的就是它没有双扬声器，而且呢，同样的存储配置的情况下 ，Note 13和 Note 13 Pro 是差了2万块。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 Note 13 Pro 12+256的这个版本。其实关于这台手机，我真的想挑出一些毛病，但是看一眼价格，我真的是没什么好说的。其实，在这个价位段能堆到这个硬件参数的手机，其实真的没几台。你也能感受到小米的确是能把它给到的全都给到了。你想要高清摄像头，它有；你想要超窄的边框和不错的外观，它也有。5000毫安的电池和67瓦的闪充，再结合之前咱们介绍的那一堆参数，在这个价位段，小米真的是尽力把它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了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有关这台红米 Note 13 Pro 的使用者报告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转评到随便给个再见，拜拜。